今天我要说句颠覆你认知的话，人这一辈子最清醒的时候，不是年轻气盛时，而是临终咽气前的那片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平时咱们活在世上，都是被现世的身份紧紧包裹着的。你是张大爷，他是李大妈，大家都在世俗的规矩里演戏，被各种牵挂和欲望蒙着眼睛。只有到了最后那一刻，这层几十年的皮掉下来了，生命最底层的因果才完完整整毫无遮掩地露出来。我遇到过太多的家属私底下来问我一件事，他们说家里的老父亲或者老母亲到了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虚弱的连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老人死死盯着屋子里的某一个角落，原本已经没什么力气的嗓子突然极其清楚地喊出了一个名字。家里人一听全愣在原地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名字全家上下谁也没听过，甚至翻遍了老家的族谱，打遍了亲戚朋友的电话，也根本查无此人。遇到这种情况，床边的活人心里是什么滋味？又是害怕，又是委屈。委屈什么呢？女儿心想，我没日没夜地伺候了您大半年，您临走前连我是谁都不认识了，怎么嘴里反倒喊着一个完全不挨边的陌生人？于是家属们就开始乱猜，是不是老头子年轻时候在外面有一段没成家的旧情人？是不是老太太糊涂了，把大孙子的名字叫插了嘴，或者是大脑彻底退化，在那儿胡言乱语？家里人往往忍不住就会上去轻轻摇晃老人，带着哭腔说，爸，您看看我是您亲儿子啊，您喊的那个谁谁谁到底是谁啊？这时候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往往会告诉家属，他们说这是临终前的观望，是老人身体里的器官衰竭，脑神经缺氧造成的幻觉。说白了就是老年痴呆到了最后阶段，大脑不受控制了，让家属别往心里去。但是诸位，咱们把心静下来，用常理去琢磨琢磨这件事。一个人到了临终，他的现世记忆退化得多么严重，他连眼前每天给他擦身子喂他吃药的亲生骨肉都不认识了，连自己的名字可能都忘了。那么他凭什么能把一个全家都没听过的陌生名字记得比自己的名字，比儿女的名字还要深还要牢？如果是大脑神经错乱，他喊出的应该是毫无逻辑的音节。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老人喊那个陌生名字的时候，表情绝对不是平时说梦话那样迷糊散乱，反而是极其专注。最奇妙的是，有的老人原本两只手紧紧抓着床单，骨节都发白了，但是在反复喊完这个名字之后，他那双紧握的手突然就彻底松开了。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用依据他脑子糊涂了就随便糊弄过去。佛法里讲得清清楚楚，人身上真正做主的从来不是你这个肉体，也不是你白天算计柴米油盐的那个脑子，肉体糊涂了，神识可是清醒得很。那个全家都不认识的名字，它背后藏着一段极其深重的因果。这个名字可能是他前世最亏欠的人，也可能是上一世最后陪他走过死亡的人。那股力量跨越了生死的界限，在最后这一刻重新找上了门。可是讲到这里，很多人一定想不通，既然这个人对他这么重要，为什么在他活着的这几十年里，在他清醒健康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提过这个名字？为什么偏偏要等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这个名字才冒出来？要想弄明白这个道理，咱们就得先搞懂，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身体机能彻底瓦解的时候，
他卸下的仅仅是一副皮囊吗？在他的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松动，才把最底下的老账本给翻了出来？我经常跟人打一个比方，人的这个脑子就像是一个保管员，白天负责处理你现世的身份，你是张大爷，你是王老太，你得管儿女的婚事，得筹家里的家事，这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世俗责任，就像一层厚厚的皮，把你的潜意识紧紧地包裹在里面。但在佛法里，人的精神世界远不止表面这层皮，在你的表层意识之下，有一个极其深邃、极其庞大的空间。佛法里叫它阿赖耶识，咱们通俗点说，它就是一个超级大仓库。这个大仓库里装的是什么？装的是你这一生、上一生，乃至无数次轮回中所有的恩情、怨恨、恐惧未了的愿望，以及一切刻骨铭心的因果种子。平时你觉得这些事都忘了，其实根本没忘，他们只是被那层名叫现实身份的厚皮给压住了。可是到了临终，情况变了，你的身体机能开始瓦解，四大分离了。这个时候，那个负责保管现实身份的脑子先罢工了，这层厚皮开始松动开裂，皮一松开，白天压不住的那些东西就会顺着裂缝，像破土的种子一样拼命地往上钻。那些藏在仓库最底下的恩怨和业力，趁着你现实意识最虚弱的时候，重新占领了你的神识。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记性退化，这是生命最底层的因果账本被翻开了。我认识这么一个家庭，老太爷早年是个极其严厉的老教授，一辈子讲究唯物，讲究科学，从来不信任何怪力乱神。他是个极其要强、极其体面的人，对家里人立的规矩比谁都大。前几年老爷子快不行了，躺在病床上，各个器官都在衰竭，他一生都在维护自己的理性和尊严，最怕的就是在晚辈面前失态，怕被人当成老糊涂。但是就在生命的最后半个月，他的这层老教授的皮彻底瓦解了。他先是认不出守在床边的得意门生，接着连他引以为傲教了一辈子的那些物理公式也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这些现世的东西全被阿赖耶识里浮上来的一段恐怖记忆给覆盖了。他每天夜里不睡觉，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空荡荡的病房门口，带着那种极其内疚又无助的哭腔，反复喊着一个名字：三丫头。家里人吓坏了，老伴也懵了，翻遍了亲戚谱，根本没有叫三丫头的人。大儿子心疼老爹，想纠正他，拿着家谱到床前说：爸，您看看，这是咱家人，没三丫头您认错人了。结果呢，老教授突然变得极其狂躁，当小女儿端来一碗营养米糊要喂她的时候，他一把将碗推开，死死攥住床单，骨节都白了，惊恐地喊着手里的窝头不能吃，有毒药，吃了会死的。他这一闹，针管也拔了，饭也不吃了，整个病房乱成一团。你想想看，一个讲了一辈子科学的老教授，怎么会凭空编出一个三丫头和有毒的窝头？幸好他的小女儿是个有慧根的，他没有再去跟老教授辩论什么科学，也没有强行纠正他。他端着那碗米糊凑到老人的耳边，顺着他那个极其恐惧的情绪，轻声说了一句：三丫头没吃，那块窝头被我扔了，她好好的呢，您放心吧。这句话一说完，奇迹出现了，老教授僵硬的脖子突然软了下来，眼角流下2行眼泪，嘴里长长的吐出一口气。随后几天，他再也没有闹过，安安静静地咽了最后一口气。
直到老教授去世后，家属在整理他极其隐秘的早期日记时，才翻出了一段骇人的往事。原来三丫头是他灾荒年间老家邻居的一个女孩，当年大家都饿得发慌，她有一天在外面土墙根底下捡到了一块发硬的窝头，她当时看着三丫头饿得直哭，心一软就把窝头塞给了那个女孩。可是她万万没想到，那块窝头不是别人不小心掉的，而是乡里为了防鼠疫专门混了毒药扔在墙根用来药老鼠的。三丫头吃完当天夜里就没救过来。这个极其残酷的真相彻底击垮了年轻时的他为了逃避这份沉重的罪恶感，拼命读书，拼命用科学理智和严谨的逻辑来武装自己。他把那段要命的记忆深深的死死地压在潜意识的最底部，一压就是60年，甚至连他自己都以为彻底忘了。可是阿赖耶识这个大仓库从来不骗人，当你老了病了，你引以为傲的社会地位，你的知识，你为了掩饰亏心事而建立的所有的体面，在死亡面前通通不堪一击，皮囊一松，那里藏了60年的愧疚种子，带着巨大的因果张力破土而出，逼着你在咽气之前直面这笔新债。这就叫因果不虚。现世身份压不住阿赖耶识，诸位仔细想想，既然旧账翻上来了，连老伴儿女都不认识，偏偏把这个名字喊得那么响，这就说明这个名字背后有着极深的牵绊。但是这个时候很多家属最容易犯一个大错，他们非要去追查这个名字到底是谁，是哪个仇人还是哪个债主。我告诉你们，不要去纠结名字是谁，那毫无意义，因为你根本查不到，甚至那可能是他上一世遇到的人。你真正要看的是他喊出这个名字以后的心境。如果他喊出这个名字后不是像老教授那样惊恐，而是眉头慢慢松开了，眼神变得非常安定，像是在等一个很熟悉的人靠近，那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来绝对不是来讨命的，相反，这是一场极其殊胜极其温暖的因缘。佛法里管这个叫什么？叫接引缘。你想想看，人到了临终那一刻其实是极其孤独极其无助的。现世的儿女再孝顺再舍得花钱，哪怕把全天下最好的医生都请来，也只能站在病床边上干着急，谁也没法替他疼，谁也没法替他走那条又黑又冷的路。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老人心里升起了极大的安定感，那是为什么？因为在不知道多久以前的上一世或者上几世，当他同样面对死亡，同样处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中的时候，曾经有那么一个人给了他最大的安慰。也许那个人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过路人，在他快饿死病死的时候递给了他一碗温水。也许那个人是当时的一个同修道友，在他临终四大分离痛苦不堪的时候，紧紧握着他的手，在他耳边反反复复地为他念诵佛号，告诉他别怕，跟着这句佛号走，我陪着你。诸位老朋友，你们要知道，在生死关头雪中送炭的这份恩德，这股纯粹的善意是极其强大的，它会像刀刻一样深深地烙印在咱们的那个阿赖耶识大仓库的最底端。等到他今生再次轮回，改头换面，有了新的名字新的家庭，几十年的岁月里，他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可是当他今生再次走到生命的尽头，再次面对死亡的恐惧，
现世的皮囊一松开，那段最深层的善缘就起作用了。那个曾经在死门关前拉过他一把的人，那个曾经给他无比安慰的声音和气息，就会在这个时候重新显现出来。老人喊出的那个陌生名字，很可能就是前世最后送他走的人。这个人化作一股温暖的慈悲力量，再次来到他的神识里，扶着他走完这最后的一段路。千万别以为这是民间编出来的神话，在历史的记载中，那些真正有修行的人，临终时靠着深厚的善缘接引而安详离世的例子数不胜数。咱们看看唐代的一位高僧道绰禅师。道绰禅师一生都在苦口婆心地劝人念佛，他教无数平民百姓用小豆子计数，把这句佛号深深地扎在心里。他一辈子的愿望就是要在自己临终的时候守住最后一口正念，用自己安详往生的事实来给天下众生证明这套法门是真的。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道绰禅师到了晚年并不是无病无痛的，他百病缠身，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衰退。诸位，你们家里如果有伺候过重病老人的就知道，人老了病了，那个肉体上的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佛法里说这叫四大分离，就像一栋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房梁断了，柱子塌了，那种撕裂的生理痛苦极其容易让人心烦意乱，神识散乱。道绰禅师当时就面临着这样巨大的考验，病痛像刀子一样折磨着他。他的弟子们守在床前，急得团团转，今天熬这个药，明天找那个大夫，生怕师父熬不过去。面临着这种能把普通人逼疯的痛苦，道绰禅师做了什么？他没有像常人那样痛苦的呻吟，也没有抱怨老天不公，他把全部的心力死死地扣在了一句佛号上。他知道肉体的崩塌是必然的，但心念绝对不能乱。就这么熬到了临终前的一天清晨，奇迹发生了。原本极其虚弱、面色灰暗的道绰禅师突然气色转红，精神大振。他微微睁开眼睛，没有看床边那些急得掉眼泪的徒弟，而是抬起手指着半空，脸上露出了极其欢喜、极其心安的笑容。他对着虚空清楚地叫出了几个名字，弟子们在一旁听得真真切切，那根本不是当时在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那是几十年前道绰禅师年轻时曾经一起在破庙里挑水劈柴，一起受苦修行，并且早就已经过世的老道友的名字。道绰禅师微笑着对虚空说，他看到了满天的化佛，看到了那些昔日的老道友，他们正站在光芒里含着笑，叫着他的名字来接他同行了。诸位，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如果道绰禅师当时心里升起哪怕一丝一毫对现世徒弟的留恋，或者对病痛的恐惧，对这副肉身的不舍，这股极其亲近的接引频率马上就会断开。但他没有。面对现前的善缘，道绰禅师做出了极其果断的选择。他立刻命令床前的弟子把药丸端走，不要再给我喂药了，没用了。他让所有弟子全部集中在床前，不要哭泣，不要再说任何一句世俗的闲话，而是用最沉稳、最整齐的声音跟着他一起念佛。他彻底切断了对这个世间最后的一丝牵挂，顺着那股强大的接引善缘，将心彻底安放了进去。就在整齐划一的佛号声中，道绰禅师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没有任何抽搐，没有任何挣扎，走得极其干脆安详。
当时整个房间里异香扑鼻，久久不散。这个历史记载说明了什么？它证明了你这一生或者上一生结下的善缘，无论是你帮助过别人，还是别人恩待过你，只要这股纯粹的善意种在了石田里，它就不会白白消失。是为了现世能多条朋友多条路，能得点什么好处，我告诉你，你眼光太短了。真正深厚的善缘不是为了让你活着的时候升官发财的，而是为了在你生死关头，在你最孤独最无助，随时可能掉进恐惧深渊的时候，能化作一股力量来拉你一把的靠山。所以如果你们看到病床上的老人喊出一个全家都不认识的名字，接着他变得像孩子一样安静平和，你们做儿女的应该在心里替他高兴，替他感恩。你们只需静静地守着他，由着那股温暖的力量，送他平平安安地走完最后一程。但是诸位老朋友，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刚才讲的接引员那是大福报，但在真实的病房里，真正让家属吓得手足无措的往往是另一种情况。老人喊出那个陌生名字以后，不是安定，而是突然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拼命地挥舞着双手，像是在驱赶什么东西，甚至嘴里大喊着，我不跟你走，我不欠你的。诸位老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家属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害怕，是觉得病房里进脏东西了，或者是觉得老头子魔怔了，赶紧叫医生来打镇定剂，或者赶紧找人来看看风水。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外面的脏东西，也不需要打镇定剂。你真正要看懂的是他喊出这个名字以后的心境。佛法讲得很清楚，当一个人临终时表现出极度的抗拒、恐惧和焦急，甚至做出往外推、往下躲的动作，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个阿赖耶识的大仓库里，不光存着接引的善缘，更存着一笔笔还没算清的烂账，这就叫业结。什么是业结？就是你这辈子或者上一辈子因为贪婪、因为嗔恨做了一件亏心事，伤害了别人，或者欠了别人一笔还不清的情债、命债、钱债。你活着的时候可能靠着你的权力或者你的小聪明把这件事掩盖过去了，你以为别人不知道，甚至连你自己都快把自己骗过去了，觉得这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没事了。但是在因果的账本上，这笔债只要没还，只要你心里没有真正升起大忏悔心去化解它，它就永远结成一个死疙瘩，死死地绑在你的神识上。到了临终那一刻，现世的皮囊一松开，这些未化解的业结就会全部化成极其真实的影像，出现在临终者的眼前。他看到的就是他潜意识里最害怕面对的那个人。这就好比说，一个人欠了巨额高利贷，平时躲在家里装大爷，等到了交租子那天，债主上门了，他能不害怕吗？能不抗拒吗？我见过这么一个家庭，老头子早年是个做工程的包工头，后来发了家，成了退休的老板。老头子一辈子精明算计，锱铢必较，到了晚年却反而中风瘫痪在床。他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钱，生怕儿女惦记，甚至把存折缝在自己的贴身内衣里。他觉得只要钱在自己身上，他就是安全的。但是就在他快不行的前几天，他突然不睡觉了。本来已经瘫了半个身子，突然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双眼睛惊恐地瞪得溜圆，死死地盯着病房的门，开始用剩下那只能动的手拼命地在空中乱抓乱挥。他嘴里嘶哑地喊着，老赵，你别过来，钱是我的，我不欠你的。一边喊着，
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手背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他儿子和女儿在旁边吓坏了，女儿以为他心脏病犯了，儿子却听出了门道。老赵是谁？全名叫赵德全。30年前，老头子为了揽工程跟赵德全合伙，后来为了独吞一笔巨款，老头子在账目上做了手脚，硬生生把老赵坑得破产。最后老赵连击火攻心带生病，没2年就死了。这笔昧薪钱成了老头子一生的第一桶金。他后来飞黄腾达，早把这事抛在脑后了，甚至觉得是老赵自己没本事。可是现在死亡逼近，金钱变成了一堆废纸，他那层老板的身份瓦解了。10天里最阴暗最让他心虚的那笔业债，化作了极其恐怖的索命影像。诸位，这就是业界现前，他看到的不是真实的老赵，而是他自己心中那份巨大亏欠所投射出来的讨债人。他因为贪财造下的恶业，在最后一刻变成了最残忍的枷锁，勒得他喘不过气。遇到这种情况，很多家属怎么处理？跟老人讲道理，说爸，老赵早死了，您别瞎想了，没用的。在老人的神识里，那个影像比活着的人还要真实100倍。当时老头子的女儿做了一个极其有智慧的选择，她没有安宁叫医生，而是流着眼泪，拿剪刀小心翼翼地把老头子的内衣剪开，把那个被老头子藏起来的存折拿了出来。他握住父亲那只乱抓的手，趴在他耳边，用最大的声音说，爸，这笔钱我明天一早就全捐给重症病房，1分都不留。这笔债我替你还给赵叔叔了，你别怕，你把手松开。奇迹再次发生了。当存折离开身体，当听到女儿当众承诺替他还债，老头子虽然眼里流着万分不舍的眼泪，但他眼中的那种极度恐怖终于慢慢退了下去。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不再挥舞手臂，当天夜里就平静地走了。后来他女儿真的说到做到，把那笔钱连本带利全都捐了出去，替父亲还了这笔还不清的命债。这就叫顺势了愿，代为解结。你们看明白了吗？临终看见可怕的陌生人，真正要看的不是去深究那个人是谁，而是看临终者表现出来的恐惧。如果是贪婪造下的业结，就要用放下和补偿去解；如果是嗔恨造下的业结，就要用真正的忏悔去化。儿女在这个时候不能顺着老人的贪嗔痴去闹，更不能在床前为了财产争吵，那是火上浇油。你得用你的善念去帮他把那根绑在绳子上的死绳子给解开。但是讲到这里，一定有很多老朋友会在心里犯嘀咕。很多来找我的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既然因果这么厉害，既然欠了债早晚要还，那为什么他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当官发财的时候，春风得意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冤亲债主，这些业力不来找他，为什么偏偏要等到他老了病了，甚至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这些旧账才全部冒出来折磨他？难道因果也是欺软怕硬，专门挑人最虚弱的时候下手吗？当然不是。这背后的道理牵扯到生命里一个极其冰冷也极其公平的规律。这个规律佛法里叫做福报掩盖业力。诸位仔细想想，一个人在30-40岁时年轻力壮春风得意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阳气，那个现世的福报是非常大的。这就好比是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死死地压在泥土上，这个时候就算他做了亏心事，造了恶业，
那个恶业就像是一粒杂草的种子，被这块大石头死死压在下面。它虽然在，但它长不出来，冒不出头。所以很多作恶多端的人活着的时候不仅没遭报应，反而看着比谁都风光。那是人家过去的福报大，还没消耗完，硬生生的把业力给扛住了。可是人能一辈子年轻吗？一辈子身强力壮吗？到了晚年，到了百病缠身，躺在病床上快要咽气的时候，你身上的阳气散了，你的权力不管用了，你的存款救不了命了。这就好比是那块压在上面的大石头被人彻底搬走了，石头一搬开，底下压了几十年的旧账，那些恶业的种子碰到临终时生死交关的那个契机，瞬间就破土而出，长成了参天大树。你活着的时候假装原谅的旧怨，你死要面子绝不承认的过错，你欠下却以为能赖掉的命债，全在这个时候化作最真实的业影，把你的神识团团围住。在古代汉末乱世，有一位极其厉害的年轻武将叫孙策，人称小霸王。孙策这个人武功高强，带兵打仗横扫千军，年纪轻轻就成了一方霸主。他性格极其刚烈，极其骄傲，他的欲望就是要把天下踩在脚下，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当时当地有一位很受老百姓尊重的修道之人，老百姓有了病痛都去求这位道人，大家对他非常恭敬。这一下触犯了孙策的逆鳞，他觉得我的地盘上怎么能有人比我的威望还高？为了维护自己绝对的权利和面子，他随便找了个借口把这位修道人给杀害了。杀完之后，他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因为他有兵有权，有当打之年的旺盛阳气，这股极其可怕的杀业当时就被他庞大的现世福报给强行压了下去。可是因果的账本从来不会缺席，他只是在等你的防护罩裂开。没过多久，孙策在一次外出打猎时遭到了仇家的暗算，身受重伤，被抬回了府里。医生看完伤口告诉他，您的伤很重，但只要能在床上安安静静地躺着，心里不要有任何杂念，更绝对不能动怒发火，静养100天就能保住命。诸位，到了这个时候，他因为重伤，身上的阳气和福报出现了巨大的缺口，那层保护他的厚皮松动了。有一天，他躺在病榻上，让手下拿一面铜镜过来，他想看看自己脸上的伤势。结果当他举起铜镜往里面看的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僵住了，因为在镜子里他看到的根本不是自己的脸，而是那位被他杀害的修道人的脸。那张脸没有任何表情，就这么在镜子里死死地盯着他。他心里猛地一沉，立刻转过头往后看，房间里空空荡荡，除了几个守在门外的卫兵，什么都没有。他深吸了一口气，再把头转回来，看向手里的铜镜，那张冤魂的脸依然在镜子里清晰无比。诸位，这就是业力现前了。在这个生死关头的两难境地里，如果他有一丁点的慧根，有一丝一毫的忏悔心，他哪怕只是闭上眼睛，在心里说一句，我当年杀你是我错了，这笔账我认，把心里的那个死结松一松，他的神识可能就安定下来了，他可能就能熬过这100天的静养。但他做了什么？他一生极度的傲慢，让他根本无法接受自己有错。他最怕的就是承认自己杀错了人，从而丢掉自己天下无敌的霸气。面对着极其恐怖的夜影，他不仅没有升起丝毫的忏悔，反而升起了一股极其猛烈的嗔恨心。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一样大吼一声，
眼睛里全是血丝，用尽全身最后的一点力气，挥起拳头，狠狠地砸向那面铜镜，当的一声巨响，铜镜被他砸得粉碎。可是这一发怒，这一砸，代价是极其惨烈的。他心里升起的这股绝不认错的巨大怒火，瞬间冲破了他虚弱身体的极限。他脸上和身上的创口因为剧烈的动作和极度的愤怒，瞬间全部崩裂。他连一句遗言都没来得及交代，仰面倒在床上，在极度的愤怒与不甘心中当场断了气。大家仔细去品一品，是谁杀了他？真的是那个镜子里的鬼魂吗？根本不是，是他自己心里那个坚不可摧的傲慢和嗔恨。当业结显现的时候，那其实是因果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问你一句，这笔账你认不认？你放不放下？可是他死不认错，用更大的恨意去对抗这股业力。这就好比在一栋摇摇欲坠的危楼里，你不仅不赶紧撤出来，反而往里面扔了一颗炸弹。那股怒火没有烧死鬼魂，而是直接把他的神识烧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让他连100天的寿命都没保住。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为什么很多人平时看着没事，到了临终前稍微遇到点风吹草动，或者看到什么幻影，突然就大喊大叫，带着极大的恐惧厌气？就是因为这笔账被现世的福报压了几十年，利滚利，到了最后大清算的时候，他的心还在抗拒。现实里有很多老朋友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跟兄弟姐妹为了争家产，或者跟婆婆媳妇为了几句闲话结了死仇，老死不相往来几十年。后来年纪大了，别人劝他算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放下吧。他嘴上说行啊，我早不在乎了，我原谅他了。可是你只要在他面前一提起那个人的名字，他马上就咬牙切齿，血压升高，一连串的怨气就全冒出来了。这叫原谅了吗？这根本不叫原谅，这叫业绳没有断，造业的根还在心里牢牢地扎着。如果你带着这么一根绳子躺上病床，等皮囊一松，那就不单单是几个名字的问题了，那就是把你拖向痛苦的千军万马。所以既然明白了这层冰冷的因果规律，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站在了老人的病床前，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躺在了那张床上，面对着虚空中可能出现的那些恩情亏欠和恐惧，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关？我在这里给你们开4副药，这4副药前3副是教你怎么在病床前帮别人，最后1副是教你怎么在平平安安的时候救自己。咱们先说第1副药，这副药叫绝不强扯现世成缘。当家里的老人躺在病床上4大分离，已经开始喊出那些陌生名字的时候，你们做晚辈的最容易犯的一个大错，也是最损伤老人神识的一个行为，就是用现世的感情去生拉硬拽。有的人一看老人喊别人，赶紧扑上去，抓着老人的肩膀，一边摇晃一边哭，爸，您看看我啊，我是您大儿子啊，您把密码存哪了还没说呢，您可不能走啊。或者兄弟姐妹几个当着老人的面，就在病床边上为了医药费怎么分摊，房产怎么过户吵得面红耳赤。我告诉你们，这种行为在佛法里看来极其残忍。你想想看，临终的人他的肉体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痛苦？佛经里形容呢叫生龟脱壳，这个时候他的神识好不容易要从这副破败的躯壳里挣脱出去了，他微弱的心念就像风中的一根小蜡烛，你这一哭一摇晃，或者你在旁边为了钱财一吵架，对他来说
就等于是在他的神识里刮起了一场10级飓风。你强行让他认眼前的儿女，就是把他马上要脱离的神识硬生生地拽回到现世的牵挂和痛苦里。你在床边提前，就是在他生死交关的门口强行挑起他的贪念。万一他因为舍不得财产，或者因为你们的争吵生起了嗔恨心，最后一口气咽下去，这股业力直接就把他拉进了下三道。所以这第一副药就是让你闭嘴守候，哪怕他不认识你了，哪怕他嘴里喊着陌生人的名字，只要不去碰他，安静地守在旁边，绝不扰乱他的心念，这才是最大的孝顺。第二副药叫境随心转，绝不乱换法门。很多家属到了最后关头，总想花大价钱搞点大场面，觉得这样才显得自己尽孝了。老人一辈子可能就只会念一句最简单的佛号，或者他是个本本分分的普通人，什么复杂的理论都不懂。结果临终了，儿女突然找来一帮他不认识的人，穿上各种法衣，在他床边搞极其复杂的仪式，念那些他连听都没听过的长篇大经。诸位，人到了临终那一刻，面对未知的死亡，心里是极度恐惧、极度没有安全感的。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他平时最熟悉、最能让他心安的依靠。佛法讲万法唯识，一切都在这个心念上。他平时习惯听哪句佛号，你就拿个小收音机在床头轻轻地给他放哪句。如果他一辈子信奉的是别的心安之法，只要是正向的善良的，你就用他熟悉的语言去安慰他，绝对不能临阵换法，搞得老人满心疑惑，甚至因为周围环境太陌生而生出恐惧。顺应他自己的心境，给他一个最熟悉的精神依靠，这才是真正帮他铺平了脚下的路。第三副药极其关键，叫顺势解业，代为了愿，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万一他喊出的那个陌生名字是他前世的债主，或者他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亏欠，一直在挥手抗拒，这时候家属该怎么办？很多人喜欢跟老人辩论，说妈，你眼睛花了，墙角什么都没有，那是幻觉，你千万不要去跟他辩论真假。我刚才说了，他的现世皮囊松开了，阿赖耶识里的业力影像全放出来了，在你眼里那是空荡荡的墙角，但在他的神识里，那个讨债的人那件亏心的事，比眼前真实的病房还要清晰10000倍。你越是否定他，他越觉得孤独，越觉得没人能帮他，那种恐惧感就会成倍的放大。这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知道，人到临终，眼睛可能看不见了，身体不能动了，但耳根是最后才关闭的，他的听觉最敏锐，你要顺着他的恐惧，贴在他的耳边，用最坚定的声音对他说，该还的账，我们晚辈明天就替您还，该道的歉，我们替您去道您欠下的人情，我们用做善事的功德全都回向给他，这笔债我们背了，您不用再抓着不放了，您安心走您的。诸位，这句话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神使在最后时刻被业力困住，其实就是差一口气放不下。当听到血脉相连的儿女愿意替他承担这笔业债，愿意替他了结这桩心愿时，那根绑在他神识上的因果死结，往往就在那一瞬间松开了，他不怕了，气就顺了，走的也就安详了。这前3副药是教你怎么送别人，但讲到这儿，咱们得把目光收回来，看看咱们自己了。这最后的一副药，也是我最想给诸位开的一副药，叫活人提前清算业障。咱们很多人看别人的故事看得很明白，
觉得因果可怕，觉得临终关怀很重要。可是你关怀来关怀去，你有没有关怀过你自己那个阿赖耶识的大仓库？你现在身体硬朗，能吃能睡，能看我讲这些道理，可是你敢不敢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如果今天晚上就是你在世上的最后一夜，那层现世的皮囊一松开，你最可能喊出谁的名字？是那个借了你一笔救命钱，你却为了贪利到现在都没还给人家的人，是那个年轻时候掏心掏肺对你好，却被你因为自私狠狠抛弃的人，还是那个明明是你做错了事，你却死要面子，几十年都不肯对他说一句对不起的老兄弟？很多人觉得，哎呀，我都70岁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我早就看开了，不计较了，别骗自己了。嘴上说看开，那叫世故，心里真拔掉那根刺才叫解脱。只要你一想起那个人，心里还有一点点发虚，或者还有一点点咬牙切齿的恨意，那就说明那根叶绳还在你身上死死地拴着。佛法讲的现世修行，不是让你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敲木鱼，而是让你趁着现在还能走动，趁着嘴巴还能说话，趁着现世的福报还没耗尽，赶紧去把心里的死结解开。欠了人的钱，明天就去还，还不上也要去给人登门认个错，伤了人的心，哪怕隔着半个地球，也要打个电话说一句，当年是我对不住你。如果是别人伤害了你，你恨了他大半辈子，今天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这笔账我不讨了，我彻底放过他，也放过我自己。诸位老朋友，不要把这些恩怨执念带进棺材，不要等到躺在那张病床上被业力逼得大喊大叫的时候才想起来害怕。现在就把该还的恩还掉，把该道的欠道完，把心里的账本清零，这才是世间最高级的修行，这才是真正的提前整理神识。你今天把心里的地扫干净了，将来临终的那一天才不会有恶缘来找你。到那个时候，真正来接你的就是你这一生积攒下的满天光亮。好了，今天咱们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听完可能转头就忘了，没事，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3个道理和做法你们一定要死死记在心里。第一，人到临终的最后那一念，最容易把10天底下的旧账翻出来，所以做儿女的在病床前千万别去摇晃追问，更不能当着老人的面为了分家产吵架。你要闭上嘴，安安静静地守着，绝不去惊扰他，护住他心里的那份安定。第二，老人临终喊出的陌生名字，不管带来的是安定还是恐惧，全是他没结清的因果。你们千万别去跟他辩论真假，要顺着他的情绪，替他承诺还债了愿，或者用他最熟悉的佛号帮他把执着彻底放下。第三，人走的时候带不走1分钱的存款，只能带走这一生的恩怨业力。咱们活着的人，别等躺下了才想起来害怕，趁着现在还能走动，把该报的恩报了，把心里恨的人原谅了，提前把这本账算得干干净净。如果今天讲的这些因果道理让诸位老朋友心里敞亮了一点，看透了一点，请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也麻烦你们顺手把这段话转发给家里的亲戚和朋友。这不是为了别的，这是在帮别人提前明白生死大事，提醒晚辈好好尽孝，提醒老人们看开恩怨。你每一次善意的转发，都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攒一份深厚的福报。最后啊，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底下的评论区里留下你的一句善言，
你可以写恩怨皆消，万缘放下，也可以写下善念长存，家宅安宁。大家别小看这个动作，这不是随手留几个字，这是你在当下给自己给长辈种下的一颗极其清净的善种子。诸位仔细想想，当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在这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心往一处想，那形成的慈悲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敲下的一句祈福，那股温暖的磁场最终都会完完整整的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的儿女和家人身上。